许明月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要是交出那个死鬼丈夫的研究成果，我们倒是可以考虑放过这2个小杂种。啊！你们黑鹰组织本事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今天先送你上路。大言不惭，上！土鸡娃狗！我比你快，我比你准。老大，我查到了，你前夫死后，那份研究成果落在他弟弟傅凌寒手上。现在黑鹰组织已盯上了傅凌寒，我们要不要派人保护？不用，他当初跟我离婚也是为了保护孩子们。既然那份研究成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，我会亲自守护。小宝小贝，妈妈带你们回国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妈，这牛排好难切呀！你赶紧给我们找个爸爸吧，我们自己切不动。你又胡说，这切牛排跟找爸爸有什么关系啊？妈妈不能帮你们切吗？联姻只会分化我在集团中的权利，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结婚对象。江晨，你介绍的这个人靠谱吗？副总您放心，这个人绝对符合条件，只是……看到了，条件还算可以，先挂了。我是傅凌寒，怎么称呼？小叔。小叔？不好意思啊，口误，我叫许明月。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发现了什么？那咱们就进入正题吧。我是凌天集团的总裁，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月薪多少？凌天集团总裁，家产过千亿的金韩首富。来吃。工作工资我都没有。无业、离婚、带2娃，我很想知道你这个条件怎么敢跟我相亲？相亲？相亲？妈妈，你终于开窍了，都主动给我们找爸爸啦！耶，我们有爸爸啦！不是，我没有，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。出来相亲就是想找一个有孩子、形象好的妻子，来稳固我在集团中的地位。你这个条件勉强符合。傅先生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是来相亲的。啊！我的助理江晨说过，他订的就是贵宾1号桌。许小姐，你这样惺惺作态，难道是想待价而沽？傅先生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真的不是来相亲的。我这儿呢，只是普通的1号桌，你的相亲对象在那儿。江晨，你给我等着！只说身份靠谱就行，其他的随意。但这也太随意了。哟，这不是许明月吗？干嘛带着2个拖油瓶不好过，出来找男人了？4个人就点2份牛排，你找的这个男人可真抠啊！秦凯，我找不找男人，吃什么吃多少，跟你没关系，麻烦你滚远一点。哎，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可是老同学啊！看着当年的学霸校花半路出家，回来之后沦落成了带娃寡妇，还连个牛排都吃不起，我这心里也不落忍啊！妈妈，他吵到我们吃东西了！哼！听到了没？看在是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再说一遍，滚开，
好，我喜欢的就是你这股傲气。可是傲气不能当饭吃，你与其找个穷逼过日子，哼，还不如跟我。我现在可是凌天集团的高管，保证你白天晚上都吃得饱饱的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滚开！呀呵，还挺辣的。老子自从进了凌天集团之后，在金海这个地界，还从没有人敢对我这么无礼。今天，小爷我还就偏要试试，不滚又能如何？你说你是凌天集团的人？怕了，怕就对了。凌天集团可是京海第一财团，哼，我作为凌天集团的高管，踩死你就跟踩死只臭臭差不多。哼，这么嚣张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不管你是谁，在凌天集团的名声下面都不管用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立刻跪地求饶，乖乖把女人交出来，免得自寻死路。自找死路，说得好。但是你不如看了这个再说一遍啊！傅凌寒，你是凌天集团总裁傅凌寒？你刚才说是谁自找死？是我自寻死路。傅总，我不知道是你啊，求你给个机会。你在我这里没有机会，现在立马滚出京海，否则我让你知道臭虫是怎么被踩死。是，我这次滚。爸爸真棒！爸爸最厉害！你俩别乱叫。他们或许没有乱叫。许小姐，扮演的人已经走了，我这里有桩婚事要给。傅先生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要结婚的人不是我，而且我也没有结婚的打算。这小叔子竟然敢娶大嫂，简直是倒翻天罡！我的相亲对象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只要嫁给我，就能获得最好的生活。这样的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的。神经啊！小宝、小贝，我们走。许小姐，就算不为自己，也该为2个孩子考虑。如果做夫妻，他们就是凌天集团的少主。像今天这样的事，只要我在，就绝不会发生。妈妈，小宝从出生就没见过爸爸，别人都说我们是野孩子，小宝要爸爸。哎呦，小贝也要。我就知道妈妈不在意我们，我们没有爸爸，被人欺负你也不管，我们就是2个被人讨人爱的野孩子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妈妈答应给你们找爸爸，还不行吗？你要你现在就和他结婚，我要他当我爸爸。跟他结婚吧，也不是不行。但妈妈今天也没带户口本，咱们下次啊。小孩子忘性大，把今天敷衍过去。那怎么行？好事就要急着办嘛。还好小贝聪明，户口本我帮你带了。啊？那走吧。来看镜头。我竟然跟我的小叔子领证，我们终于有爸爸啦！太好了！这俩小孩不光可爱，长得跟我还挺像，难道这就是缘分？老婆，啊，住口！嗯，我们只是合约婚姻，你别多想。我呢会帮你稳固在集团的地位，你也得帮我照顾好小宝、小贝。
至于睡觉住一起什么的，你想都别想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你明白就好。这个女人好像是有些特别。算了，就当保护前夫的遗产，先这样吧。既然是合约婚姻，那你要不现在就履行一下，跟我回傅家吃个饭？不行，今天我妹妹结婚，我得去参加婚礼，还是明天吧。行，那我让我的助理送你，他马上就到。走几步路的事儿，不用了。妈妈，我们给你找的这个老公还不错吧？我呀，这次真的被你们坑惨了。那个就是您新娶的夫人，看着不像我给你介绍的那个。废话，你介绍的那个能行吗？把我当鬼子整是吧？您这不是催得太急了吗？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别扯淡了，你现在就准备一份重礼，我要亲自送去他妹的婚礼现场。是，我这就去吧。妈妈，好热闹呀！等会儿小姨穿着婚纱出来啊，更热闹。哟，这不是许明月吗？当年清高孤傲、光彩绝伦的校花，如今怎么混成这副德行？还带了俩拖油瓶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！想当年许明月处处压他妹一头，真是风华绝代，现在反倒是他妹嫁给了凌天集团的高管，前途无量，他却穷困潦倒，丢人现眼来了。走。哎，这里没有你的位置，滚远点。你我答应过妈妈，一定要把妹妹照顾好。这张卡里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万亿资产，现在送给她，想必妈妈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了。妹妹，恭喜你，喜得良配。哪里来的乞丐，跑这儿要饭来？副总，婚礼谢程马上就要到了。说来也巧，夫人的这个妹夫苏斌，正是咱们集团的一个部门主管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准备一份副总裁的任命书，让夫人的这个妹夫喜上加喜。是。繁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？这么多年没见，第一次见面你就拿着张破卡，带着俩野孩子来这里蹭吃蹭。我管你叫要饭的，都是抬举你了。这不是什么破卡，这里面有很多钱，都是我在国外拼死攒下的。许明月真是送上门来丢人，她妹的老公可是凌天集团的主管，身家上千万，就她在海外挣的那仨瓜俩枣，人家根本不放在眼里。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啊，她这些年在外面就是个卖肉的，那攒的可不少呢。你们看看这两个孩子，说不定就是她在外面生的野种呢。你最好庆幸今天是我妹妹的婚礼，不然你一定死得很难看。你还知道什么婚礼？赶紧把我的客人放开！许繁星，我是你姐，我可没有你这种丢人的姐。你要送我贺礼是吧？好，这贺礼我收下了。你现在可以滚了。许繁星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
我现在嫁入了豪门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？该后悔的只有你这种下等人。真没想到你长大会成这样。妈妈要是知道，一定会很痛心。痛心？她当然要痛心。那个死老太婆活着的时候就总觉得你比我强，现在我飞上枝头成了凤凰，你却沦落到带着2个孩子来蹭吃蹭喝。她要是看到这一幕，多半会痛心到再死一次。许繁星，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，他们2个不是野种。你离家出走这么多年，回来的时候却孤身带着2个孩子，他们不是野种，那他们的爹是谁啊？他们的父亲是……不行，幽冥殿正在追查前夫的研究成果，我不能说。说不出来了吧，姐？你在国外玩的真花呀，连他们的亲生爹是谁都不知道。哼！哎呀，你看看，哪来的呀？这个爹！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我苏某人的婚礼容不得这2个肮脏的野种！我不是野种，我的爹是凌天集团的总裁。副总，婚礼现场就在这里，咱们先进去吧。这小野种是不是想爹想疯了？在电视上看到副总就自己认爹了。那这小野种可真会给自己挑爹，挑了个全城最有钱。这小野种怕是连副总的全名都不知道叫什么，就在这胡说八道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凌天集团总裁的全名叫傅凌，他的确是小宝和小贝的爸爸。再让我听见你们叫他们野种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许明月，你不过就是个底层的垃圾，还敢在我的婚礼上大放厥词，就凭你的手段，还能对付得了谁啊？哎，可星，她毕竟是你的亲姐姐，你这么说她过分了吧？啊？她不过是一个想男人想疯了的女人罢了，做着这样的大梦。我堂堂凌天集团的人事部主管，我副总结婚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说得好，有些人啊，在外面乱搞，生了野种不说，竟然还想蹭副总的婚，就是不知道副总知道了之后，会不会把他丢进海里喂鱼呀？看，你再怎么样也掩盖不了你做的那些事情。我苏某人好歹也是在京海市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像你们这样的渣渣，根本就不配参加我的婚礼。来人，把他和这2个肮脏的小野种给我扔出去！是。凌天集团总裁傅凌寒到。谁敢动我老婆？凌天集团总裁傅凌寒携赠礼祝许家新婚。哎，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呦，你一来属下，这真是受宠若惊啊！副总可是金海首富，凌天集团的掌舵人，以他的身份，怎么会来参加下属的婚礼？看样子苏斌很受咱们副总的一个看重啊，以后怕是在凌天集团啊要平步青云了。这第一份礼便是黄金万两，祝你们财源滚滚。哎呀，谢谢副总，谢谢江助理。不必客气，这还有第2份礼，这是凌天集团的聘任书。从今日起，苏斌先生便是我凌天集团的副总经理，年薪1000万。我1000万这么多？这是真的吗？这当然是真的。苏斌，你娶了个好媳妇，真正的福气还在后头。许明月，你看见了，我和你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了。是吗？老婆，
我给他们准备的贺礼，你还满意吗？老婆，妈妈，哎，我今日前来，除了庆贺婚礼，还有重要事情要宣布。许家大小姐许明月是我傅凌寒的老婆，也是凌天集团的女主人。她是救主，竟然是真的！你们这两个坏人，现在还敢说我和妹妹是野种吗？什么？副总，小孩子胡言乱语，你千万不能当真啊！是啊，这孩子净胡说。来，小姨给你吃糖好不好？我哥哥没说谎，你们不仅骂我们是野种，还骂妈妈是乞丐垃圾。你真是够大的！副总，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夫人呢。姐，你有这身份怎么不早说啊？快坐下，咱们姐妹两个好好亲近亲近。你这个妹妹，我可高攀不起。小宝、小贝，我们走。先别走，先别走。妇言趋势有眼无珠，狗眼看人低，你们配不上夫人的身份。无德无能，难堪大任。苏斌，你被凌天集团开除了。我这走，咱们走了。真是。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比不上他？他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还说，你亲姐姐来参加你的婚礼，你不好好招待就算了，你还往死得罪她。现在好了，顾总他们生气了，我工作都没有了，我以后能不能在金海湖还两说？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我娶了你这么个苍本星。哎呀！哎，傅少，哟，你们今天这婚宴怎么这么冷清啊？傅少，你可算来了。苏冰他因为得罪了副总夫人，被副总开除了，现在连宾客们都不愿意参加婚宴了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没关系，傅凌寒可以开除你，我就可以再把你送回去，把你老婆带着也没问题。真的吗，傅少？可是，他毕竟是凌天集团的总裁，这真的可以吗？总裁，他得罪了战部霸主，很快就完了。到时候凌天集团怎么样，还不是我爹说了算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妈妈，我给你找了个好人家呢，明明是小贝给他找的，我还带了户口本嘞。你们两个，这里就是傅家，这是钥匙。有了这个住处，小宝、小贝上学也能方便些。之前他们老跟着我在国外四处奔波着，功课也落下挺多的。上学？小贝不要上学，小贝不要做功课。那可由不得你们哦。那由不由得我呀？刀疤，你不在金海黑道上作威作福，在我这里干啥？找你傅大总裁，肯定是谈生意吧？哎，听你堂弟说呀，你们家接了一个战部的大合同，把这合同签了。傅灵山，他怎么敢？
我门口200多个兄弟，他有什么不敢的？来，把字签了，把合同转给他啊！不可能，这份合同是我跟战部搭上关系的唯一机会，绝对不会交出去。哎，今天你不交，你们家就会从富家别墅变成富家陵园。妈妈，那个大叔叔不光长得丑，还很凶，那个是坏人。妈妈，快帮帮爸爸！嘘，不急，看看再说。凌天集团是金海顶尖财团，我是金海首富，你敢动我，就不怕惹火烧身？惹火烧身？哎呀！我在京城，我在京海，纵横江湖10几年，还没有人敢跟我说惹火烧身呢。老大，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把咱家小孩宰掉一个，我就不信他还敢不签。哎，这事儿我来，我最喜欢欺负小孩了。住手！对孩子动手，你还有人性吗？人性啊！人性值几个钱？老子要的是合同，合同！哎，哼！我你，晨晨，哎，英雄救美是吧？啊，人家老公都没出来，你在这装什么大野狼啊？喜欢当英雄是吧？行，那老子就不宰他们了，宰你！住手！给你3个数，把棍子放下，否则你这脑袋就别要了。给你3个数，把棍子放下，否则你这脑袋就别要了。哎呦，美女救英雄嘛！老婆，你先别管，黑虎帮事大，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我可以让出合同。就凭他们这些阿猫阿狗，还威胁不到我们的安全。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你是在挑衅我吗？现在滚，还能留条命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子活了10多年，头一回被一个女人这么威胁。许明月，我说了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赶紧带2个孩子先出去。真真，听他的多好啊！但走不了啊！今天你们一家老小都得给我趴在这儿！这就凭你，小畜生，你找死！最后一遍，让他们滚！你敢揍我？我门口200多个兄弟，你信不信我把他们都叫来？等等，放开他吧，我答应签合同。我不答应。你放心，200人而已，打不过妈妈的。